如果按照这么一个严格的比例来去画佛像或者是菩萨像的话，那会不会让大家感到特别的拘束？画出来的画面会不会特别的死板？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虽然《度量经》里面对佛像和菩萨像的比例做了很多很细致的规范，留给画师他的自由发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在遵守这样的一个规范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发挥画师他自己的艺术的创意和他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看一看，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挂的一幅唐卡。这个唐卡呢，画的是黄财神，主佛画的是黄财神。主佛的这个具体资料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是唐卡最常见的一个题材，总共是5路财神。这个我们的干点名是主管财宝的。我最开始看到这幅唐卡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惊讶的，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唐卡分为愤怒像和慈悲像2种类型的唐卡我说的是这个主佛的这个相貌那么这一幅呢，画的黄财神呢，画的是慈悲像。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位菩萨看起来好像不像我们之前所习惯的那样一些很俊美的、端庄的、很漂亮的那样一种样子长得你看他一个留着一个络腮胡子然后呢这个2个眼睛又瞪得特别大，眉毛上扬，看上去好像是挺凶的样子这是我的第一印象在唐卡的题材里面，除了黄财神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叫财宝天王，那个长得跟黄财神也很像他们也都是这样一种类型的这样的一种面相，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挺惊奇的但是呢，我看多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些细节第一个，我们看这幅唐卡黄财神的这个佛像的这个眼睛，他眼睛虽然瞪得很圆，但是呢，他看的是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意味着他不是直直的这样瞪着你的，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点，他手里拿的2样宝物是什么？左手拿的是一只兔宝鼠像一只小老鼠的一样东西嘴里含着宝物这个画的特别的精细，然后毛发和质感都非常的强。另外一只手拿的是一个财宝袋，通俗一点的讲就是钱袋吧，对，就是一个钱袋子。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看到通常的佛像或者是菩萨像手里面拿的很多是法器，比方说宝剑书籍或者是荷花但是这位菩萨手里一手拿的钱袋，另外一手呢好像拿着一个宠物一样，它不像是一个特别庄严或者是威武的法器，看上去挺接地气的，对吧？这是一点。好，第二点的话呢，大家来看看这位菩萨的整个形态脸圆圆的，身体有点微微发胖，肚子大大的，这让我联想到，就好像你家里，比方说你有一位亲戚，或者是有一位好友，他有点上了年纪，然后呢，平时呢笑呵呵的，长得有点胖胖的。你小时候呢，经常会找他去玩，他对你很亲切，他经常会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糖果小玩具来跟你一起玩，好像是这样一种形象，也并不是非常的严厉的那样一种表情，反而觉得他有点可爱。所以这一幅唐卡，我看久了之后会产生出这样一种感觉出来，觉得这位菩萨他很亲切，很接地气，很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间认识的某一位熟人或者是亲戚。
除了主佛本身之外，在主佛周围的装饰、花、海和山水这些地方，在度量经里面其实做的规范都比较简略，也就意味着在主佛周围其实有很大的空间，仍然能够给到唐卡画师创作和自由发挥的。好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黄财神的样子。说到这位菩萨呀，他是主管财富的菩萨。那有一位朋友啊，他就曾经问我，他说佛陀不是曾经教导我们说要远离贪欲，远离欲望吗？那为什么会有一位这样的菩萨来专门主管财富呢？来专门主管财宝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我仔细的想一想，觉得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说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财富这样东西？这古代的时候，大家知道，不管是藏区还是中原地区，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老百姓的生活很多都是靠天吃饭，我们是农业大国，或者是比如藏区可能是靠放牧。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财富的概念扩大一下，我们不仅仅是放在这个钱财上面，而是把它看作是人们对风调雨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或者是说人们对这种基本生活物质的一种诉求，我觉得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人们求的财富可能就不是说我更有钱，而是说能够希望气候条件合适，然后呢土地的出产丰富，然后呢我们的牛羊都很健康，或者说我们的人本身的身体也很健康，这样的一种财富对于大家来说是不是会更加的实际一些呢？那么我们把财富的这个概念扩大了之后，那也许就会看到这样不同的观点了。那么这位主管财富的菩萨呢，他当然肯定不是说给你来拍钱的，对吧？如果他能够保证我们的农作物的收成好，我们的放牧出去的牛羊都很健康，也活得很好，我们的人身体也很健康，心情也很愉快，那么这样可能也是非常大的财富了嘛。反正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很高兴，我就想笑，所以可能这就是这位菩萨带给我的最大的财富了吧。好了，谢谢今天大家听我啰里啰嗦的又说了这么一大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呢，请给我们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